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和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弟子品第3，佛陀呢想派遣500位声闻弟子去看望维摩诘居士的病情，他们都不敢去，因为呢，他们认为无论是智慧、辩才和境界，都不是维摩诘居士的对手。今天开始，我们讲菩萨品第4。菩萨的境界和智慧，当然比声闻弟子要高深许多啊。佛陀知道500弟子不敢去探望维摩诘居士，于是就想派遣在修菩萨乘弟子当中的弥勒菩萨、观音菩萨、持世菩萨，还有善德菩萨等人准备呢派他们去问候维摩诘居士。没想到他们的遭遇都是与这个舍利弗一样的，都曾经被那个维摩诘居士所批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境界不同啊。维摩诘大居士是古佛在世，他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宣扬大乘高深的境界，所以一般人的话呢，都不是他的对手。在普通的这种菩萨弟子里面呢，他们也都说不敢胜任。我们现在呢，根据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第4品把里面一种这个比较重要的内容我选要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通过维摩诘经里面的内容可以了解到维摩诘居士他的大智慧，他的境界。同时我们通过这个维摩诘经也可以了解到什么是佛法。我们做一个佛教弟子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来修学佛法。所以我觉得这本维摩诘经对我们当代佛教徒来讲呢是非常重要是一本引导我们进入佛教法海的一个最好的一本经典每次我在读这个维摩诘经的时候，我都很感动在2000多年前，这个佛教的境界就这么高深，还有里面所发生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都值得我们现在的启示还有学习。好，我们现在先讲这个弥勒菩萨章就讲弥勒菩萨。在菩萨弟子中佛陀第一个问的就是弥勒菩萨。大家都知道弥勒菩萨都是未来佛将来弥勒菩萨
会作为释迦牟尼佛之后的一位觉者，来接引我们所有一切众生成佛。那么在《维摩诘经》菩萨品第4，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世世尊就对这个弥勒菩萨说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弥勒菩萨回答佛陀说说世尊我恐怕不能去看望他的病情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我正在多帅天和多帅天王及其随行的众天王谈论修习菩萨行的不退转之法的时候，这个维摩诘居士走来对我说说弥勒世尊曾为你受记，一言你再有一生即可成佛，不知道你是以哪一生来成就佛的意愿呢？他说你是用过去生呢，现在生呢，还是未来生？他说如果你以过去生受记，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以未来生受记，则未来还没有来；如果你现在生，则现在是刹那刹那的生命，瞬间即逝。就如佛曾对一比丘所说，在同一瞬间，你已经过出生、变老、死亡，又再出生。也就是说，前念的我跟后念的我都不一样了。你看像我们这个身体，从佛法里面来讲，你刹那刹那都在生命，都在变化，都在改变。但是我们凡夫肉眼，我们看不出来。如果经过20年、50年、80年、100年，把你小的照片跟100岁以后的照片比较一下，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变化。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对弟子们说一瞬之间你已经经过了出生、变老、死亡，然后再出生，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如果佛陀对你以无生受记，既然无生，则没有生，也没有灭，才是名符真正成佛之位既于正位中入佛境界，亦无须受记亦无须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还何必说弥勒在下一生成佛的意愿呢？这个就是大乘境界。就是佛说为弥勒菩萨受记，当来下生成佛。那么这个是在讲给我们众生听的真正的成佛你是不能去着相。你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不能着相所以呢，这个维摩诘居士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学佛的人我们要破相你若执着佛法，执着真理，执着生死，执着涅槃，这也是不对的所以维摩诘居士就说是说弥勒不要以此不退转法去诱导知众天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发菩提心的人，也没有所谓
又发菩提心而退转的人，这个就是大乘最高的境界。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我在念佛，那么从真正佛法来讲，没有一个人在念佛，没有能念之人，也没有所念诸佛，这才是真正的念佛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弥勒你应该指导这圣天人要舍弃菩提分别之见就是不要再分别这个菩提觉悟的见解。如果你对这个菩提觉悟有所分别，那你这个就不是正知正见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菩提不是幻身可得。大家好好听菩提不是我们这个幻化身体可以得到的，菩提也不是我们的希望分别心可以得到的我真正得到菩提是要离开我们的希望的身体，离开我们的希望的分别心，要破妄显真，要明心见性，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菩提就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要破除对一切佛法的执着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方便说法所以我们不要把佛所说的方便之法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佛法，那就错了。就像我常常讲，释迦牟尼有讲经说法，如指指月亮，我们应该再用这个指头去找月亮的方向。如果我们一个人的眼睛停留在指头上面的话，那你永远见不到月亮。也就是说，我们在读佛经，我们在听佛法，我们要听出言外之音佛法的真理，佛法的智慧是超越语言、思维、想象、分别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人通过这个听维摩诘经，你要有所启发，你的智慧才能够升起来。不然的话呢，你听过10遍维摩诘经，你都没办法开智慧。维摩诘居士怎么说他说，你明白归空寂灭这个寂灭我们常常讲，知行无常是生命法，生命灭，寂灭为乐那么维摩诘居士说，寂灭即是菩提大家知不知道菩提什么意思呢？菩提可以翻译成为道，也可以翻译成为觉悟所以寂灭即是菩提，因为灭除幻化存在的一切之相之故还有呢，顺应妄相即是菩提就是顺即是菩提顺就是顺应妄相即是菩提，因为顺是回到原点，便是空之故所以什么叫菩提菩提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相就是我们做一个修学佛法人，要顺应妄相，随缘度化众生我们常常讲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你在这个地方住也可以修行成佛，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住也可以修行成佛，你见到这样的这个人也可以讲解佛法，你见到另外一种人也可以跟他们讲解佛法，都在道上，都可以成为你成佛的因缘，都是菩提，都能够让你觉悟，知道众生的烦恼
即是菩提呀。因以了解众生的心念行为之故所以呢，我们要多供众生接触，我们要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心理状态。我们通过了解他们以后，我们知道现在众生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他有烦恼，找出烦恼的根源，然后我们对病下药，供他讲经说法，这样呢，他就马上就可以得度，可以觉悟，知道众生烦恼即是菩提，无执无取即是菩提。所以无执无取就是我们不能执着，不能分别，这个就是菩提。因为没有可被攀取的缘现之故因为我们没有取，没有着，那我们就不会去攀缘，就不会去取舍。我们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他有这个取舍，那么他就有喜欢的、不喜欢的，有爱的、有恨的，就有种种的取舍。所以呢，无取舍才是菩提才是觉悟才是道弥勒菩萨说：“世尊就在维摩诘这样说法的时候有200位天子得了无生法忍，所以呢，我不能单单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所以大家这个听到这一段经文呢，从中有没有什么给你们的启示大家有没有从这段文章里面可以学到佛法的什么道理？当然，因为呢，讲到这个弥勒菩萨章呢，里面内容很多因为我希望呢，在这每一品希望这1个小时来跟大家讲完，所以我就摘录一种比较重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你们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己多去读、去看最重要呢，我是希望呢，抛砖引玉把这个维摩诘这一部经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这一部经的要点是什么那么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深入的去研究去受持读诵。那么在这个弥勒菩萨章这边一个小节，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个人的一种这个读书的笔记也好，或者是心得也好就在这一章主要是要破持功行名位就是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为弥勒菩萨受记他一生不次，将来他会成佛，但是我们不能去执着他所以大家知道，虽然佛陀成为弥勒菩萨受记一生不次，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但不可以着相，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如如不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法而如是，这才是真如真如才是根本真如才是第一谛真如才是我们想要证悟到的那种境界真如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如如不动既没有这个修行的方法，也不能去执着呢将来修行要种到一个什么样的果位这都是方便说法。从本体来讲，法而如是。这希望大家读大乘经典的时候，特别是读到维摩诘经这一部经的时候你要掌握这个要点你掌握的话呢，你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维摩诘其实太了不起了，他所讲的是大乘不可思议的妙法，跟普通的菩萨所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维摩诘即是只要是
要提醒大家不能有法执不能有我执，可能好多人明白了，不能有法执，有的人不明白就是佛所说的49年的一切法，我们要把它当成如子之悦我们不要被这个语言文字相这种概念这种思维所执着，一执着的话呢，你永远你都没办法证悟到，没办法证悟到菩提。好，我们现在接下来介绍第2位菩萨，叫观眼童子菩萨我们看看这个经文里面他是这样说一是世尊对观眼童子说说那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吧。观眼就回答佛说是世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我正要由毗耶离大城出去的时候，我维摩诘居士这个时候呢正好进城。他说我即向他行礼问道如果不向他行礼问道可能还好，一行礼问道的话问出问题出来了，这个时候他问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居士你从哪里来这个维摩诘居士怎么回答了？他说我从道场而来他说我就问他道场在哪里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大家记得我们常常讲直心是道场，这句话是来自维摩诘经那么道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讲说这个道场那个道场，我在哪个道场修行道场是指修行学习的地方，叫道场。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正直的一念心就是修行学习的地方，因为没有虚假之故还有呢，维摩诘居士就讲了，说要有深厚的信心就是道场，就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这个坚固的信心才能够修道，才能够证菩提。所以呢，深厚的信心就是道场。为什么呢？因能增长功德利益之故我们常常讲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就是这个道理。维摩诘居士还讲，他说要发无上菩提心就是道场就是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就要发广大菩提心我们常常讲说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菩提有这个方便菩提，有究竟圆满菩提所谓的这个究竟圆满菩提就是福德菩提，就是要证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菩提心，这个才是道场。因这是大乘的根基不会错拗若日二乘之故因为同样是菩提，有的是方便菩提，就是小乘它也可以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那么叫方便菩提。我们以前在介绍《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我好像跟大家也提到就是佛为了度化众生那么他要画像，就是方便之说吧他就是叫你要修这个化成这个小乘菩提就是化成他知道凡夫到佛的果位要很长的时间才完成，所以在中间就有一个化成，这叫方便菩提我们要真正的要成佛，就要发无上菩提心那么维摩诘居士还讲呢，是要行布施就是道场，因不期望回报之故就是我们要
去行布施，这个才是我们修行的地方那么布施的时候呢，我们不忘报我们布施不忘报，这个才是真正布施。他说要手持戒律，就是道场，因为可以履行所有承诺之故。他说要具有忍辱的心，就是道场，因为对任何众生都能怎么样？心平气和，心无挂碍之故他说要怎么样？要勤行精进，就是道场，因为努力不懈，无退步之故。维摩诘经上还讲了，说坐禅日定，就是道场，应能怎么样？调整异动的心变得精细柔和之故他还讲，他说启发智慧就是道场，应能如实纵观诸法实相之故。那么在这一品里面，这个讲了很多了，我们就不用很详细的去讲。他说呢，就是这样他说善男子有菩萨如果以这六波罗蜜为行动准则来教化众生，则须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举手投足都是从修行学习的地方得来的就是行住坐卧举手投足都是道场。为什么呢？他也能安住于佛法之中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他不管他讲话，不管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度化众生，都是在修道。我们从表面来讲说，道场只有到寺庙里面有佛像的地方才叫道场，但是从维摩诘居士这个大乘境界来讲呢，道场遍一切处，无处不在。只要你有觉性，只要你有智慧，随时随地都是你修行的地方这个观严童子说是世尊就在维摩诘这样说法的时候有500位天人皆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所以呢，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那我们学习这个维摩诘经观严童子这一章的时候要想想看从这一章我们这个学会的人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修学佛法，那么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是不是正确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启示很大的我个人认为我就觉得维摩诘居士认为呢，什么叫道场？道场就在我们心里面只要你有智慧，你有觉性随时随地你都在修行，你都在弘扬佛法，你都在度化一切众生所以道场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中。好，我们现在讲第3位菩萨第3位菩萨叫持世菩萨。在维摩诘经里面这个时候这个世尊呢就对这个持世菩萨说那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吧。这个持世菩萨回答佛说是世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我正在家中静修的时候，魔王波旬假装从第4天尊带着12000名天女伴随着这个美妙的音乐和歌声来到我的面前。他还向我合掌顶礼之后，便和大众站在一边。他说我当时呢还以为他是第4天尊，就对他说说乔世家
乔世家是帝释天尊的姓啊。他说欢迎你到我这里来他说你虽然这个福报这么大可以享受，但也不应该恣意的放纵自己，应该要晓得色声香味触这五欲是无常的道理还是要积极寻求功德善本这才是真正巩固你的生命财产之法。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以为他是帝释天尊嘛，他说即使你是一个天王，你福报那么大，那你也不应该你有12000个天女一直跟随在你的左右这个太损福了你要好好的这个惜福要修福才对才能够巩固你的生命和财产他没有，他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他是这个魔王波旬这个假扮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旬就对他说说正义的朋友愿你接受我这12000名天女他说让他们为你这个洒扫跟你清洁来服侍你照顾你来侍奉你左右他说我当时就回答说说乔世家不要把不恰当的东西强加于我我是一个追随佛陀坐下修行的人，这对我而言是不合适的。他说我的话尚未说完，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居士一走来对我说了，说他不是帝释天尊，他是波旬魔王。他说天女也是魔王派来扰乱你的，要来扰乱你的修行。然后呢，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对魔王说这声天女全部给我吧。他说这声这个天女全部给我。他说我这样的人应可以接受的因为这个维摩诘士是一位大菩萨所以他是出污泥而不染魔王即刻陷入一种尴尬的境界他就没有想到这位大菩萨维摩诘居士出现了这个时候惊惶恐惧之中，心里面就在想维摩诘千万不要为难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要隐身而去，可是呢却无法隐蔽他的身体，即使用尽所有的魔法也走不了这时空中呢传来的声音说说波旬留下天女给维摩诘，你才可以脱身离气魔王波旬这个时候因为害怕维摩诘居士只好把天女送给维摩诘。那时候维摩诘就对这么多这个天女说说魔王已经将你们都送给我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应该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维摩诘居士呢便根据这种天女他们的根性他们的需要为他们说法，启发他们追求成佛的正念。维摩诘居士说说你们已经有了追求成佛的正念，他说你从今以后可以专心寻求法喜的快乐，不应该再去追求欲望中的快乐大家能听得明白吗？就是快乐来自2个方面，一个是听到佛法真理得到的法喜快乐，另外一种呢是在这个财色名食睡的欲望当中得到一种快乐
那么维摩诘居士就告诉这个天女啊，说这个欲望的快乐是无常的，你想要得到了真正快乐，是要从法中啊，就从佛法中得到一种喜悦，一种快乐，才是究竟圆满。那么这种天女就问这个维摩诘啊，他说什么是法喜的快乐呢？维摩诘就回答说有求佛道意念的众生，应当乐于时常的信奉佛法，要乐于供养大众，要乐于远离色声香味触五欲，要乐于随时扶持佛道之心，要乐于帮助众生。维摩诘居士还讲说，还要乐于尊重供养善知识，乐于广行布施乐于坚持守戒，乐于忍辱自制，乐于殷勤为善积德，乐于专制禅定，乐于改过自身的习气诟病他说还要乐于使人人发菩提心等等讲了很多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来。他说这些都是菩萨在法喜里所得的快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魔王波旬就对这个天女们说来我要你们随我返回宫中去但天女们说你把我们送给了维摩诘居士，我们已知在法喜里也可以得到快乐，感到非常的高兴，不要在贪恋有欲望里得到的快乐。魔王就说居士可我放还这身天女给我他说听说能将所有一切布施于人的，才称上是菩萨。维摩诘居士说那我就把他们还给你吧，不过呢，希望你能让他们有机会能得到佛法的快乐。于是这个众天女就问这维摩诘居士说我们在魔宫里面如何修学佛法。维摩诘居士就说姊妹们他说有一种法门叫无尽灯大家记得我们在佛教里面常常叫无尽灯，其实无尽灯这个名词也是来自于维摩诘经无尽灯是一个修行的法门你们也可以修的，每个人都可以修。他说是你们应当学习的。所谓的无尽灯就是像一盏灯一样，可以点燃百千盏灯，使黑暗成为光明让光明永不熄灭。同样理由，他说呢，姊妹们那就好比有一位菩萨去开导百千名众生，使他们发心求无上正等正觉，从而令到大家求从佛道的意念都不会减少退失。随着说法的时间长了，一切善法就会日夜增长他说这就叫无尽灯大家明不明白了？无尽灯就是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把我们心中的智慧明灯点亮，然后呢，我们向其他人开导佛法，也让他们心中的明灯点亮所以一灯点亮10盏明灯，再点亮100盏明灯，1000盏明灯，10000盏明灯，灯灯相照无尽这叫无尽灯的法门他说你们虽然返回这个魔宫但仍可凭着这无尽灯的道理，去令无数的天子和天女发心求无上正等正觉。他说你们可用这个方式来
报答福恩，又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这时候啊，这个天女们呢，向维摩诘居士恭敬顶礼之后，就随这个魔王返回宫去了。突然之间全部都不见了。持世菩萨就说：“世尊啊，他说维摩诘有这么高的自在神通力和辩才无碍的智慧，所以呢，我呢不能单单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所以这个是维摩诘居士这个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所以这个魔王波旬看到维摩诘居士来都害怕了。那我们这个学佛的人看到维摩诘经这一段经文有什么启示大家好好去参。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一章里面呢，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佛人启示的。第一呢，就是修行人要识别邪跟正，要识别佛跟魔，才能够安心办道。如果你佛魔不分，邪正不辨你有时候呢，你这个慈悲没有智慧那你有时候就会惹来这个自己的麻烦第二呢，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发现到魔女也可以通过佛教来教化他们。还有第三点呢，就在魔宫里面也可以修行修这个无尽灯的这个法门。这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所有一切众生都可以度化我们这一个学佛的人要有广大慈悲心不舍一个众生想尽办法去度他们。好，我们现在讲第四位菩萨，就是善德菩萨。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意是呢，这个世尊就对这个富豪的儿子叫善德说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这个病情吧。善德呢就回答佛说说世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为什么呢？他记得从前有一天在我父亲家中设置布施大会，在这个布施大会期间呢，供养所有的出家人还有在家的修行人，还有婆罗门教徒，还有外道还有贫穷下贱的人还有呢孤独者另外呢还有那个乞丐等等。在布施会期间呢最后的第7天当日，那么维摩诘居士走来会中，他说对我说善德他说真正的布施不是像你这样举办的，你应该要举办财布施和法布施的佛法大会。他说只是举办财施这个财物的布施，他的这个是意义不大。他说我就问他说居士那怎么才是真正的布施那维摩诘居士就说是真正的布施就是要无始无终的一直供养一切众生，而且呢只有财施还不够，应该要有法施。大家知不知明白这个道理财施就财物布施，用金银财物，我相信大家都懂得。那么所有法施就要跟大家讲佛法，开智慧，让他们心中明白，这个布施大会才有意义。他说我就问如何才能达到法施呢？他说说法施是来自于希望他人能获得快乐的慈心，因而发起度化众生，希望众生成佛的菩提心。他的法施是来自于不忍他人受苦的大悲心，因而要去救度众生。他的法施是来自于想使他人时时无忧充满喜悦的心，
因而让人呢持有正确的观念。他说法师是行于平等无分别的舍无量心，以摄得布施智慧。他说法师是来自于推行布施波罗蜜，以摄持远离慳贪的法性。他的法师是来自于推行这个戒波罗蜜，以教化不要犯戒。维摩诘居士还说，他说法师是来自于推行忍辱波罗蜜，以明白无分别我的法性。法师是来自于推行精进波罗蜜，以脱离身心懈怠的态度。法身是来自于推行禅定波罗蜜，以达菩提觉悟的境界。讲得非常好。维摩诘居士还讲，他说法师是来自于推行般若波罗蜜，以成就一切智慧呀。他说善男子啊，如能达到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布施佛法的大会啊。你看我们一般做一个布施大会我们一般都觉得应该是买一点什么食物啊，拿这个钱呢来布施那种贫穷的人呢但是维摩诘居士说，我们要做一个布施大会，不单单要给他的物质金钱，最重要呢，就是要以这个六波罗蜜等智慧来开导他们，让他们明白，让他心里面通达一切法，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从身体上、从心里面得到解脱，得到富有。他说善男子啊，如能达到这样的话，就是为之布施佛法的大会啊。若有菩萨实行这种法事的话，那他便是大施子我们常常讲说大施子。什么叫大施子？大施子不仅仅是物质的布施，我们还不单单是要这个财施，还有法施，财法恶施才是真正的大施子也是一切世间的大福田所以呢，他的世尊就在维摩诘这样说法的时候婆罗门众中有200人皆发心求证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而我也即时达到了清净的心境感叹以往未曾有过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因为他听到维摩诘居士这样一开导，原来这个布施不仅仅是物质方面，更重要呢是要给他们精神方面，要给他们的智慧。因为物质的布施只是救济他们一时，如果你给他们智慧，是救济他们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解脱，脱离贫穷所以呢，他说便向维摩诘居士致敬礼拜，然后呢他自己从这个脖子就解下了佩戴的这种璎珞这种装饰来献给了维摩诘居士。他说呢，其价值虽然呢超过1000金以上，可是维摩诘居士不肯接受。他说，我就对维摩诘居士说说居士请你务必要收下你收下以后呢，你要怎么样处置，要送给其他人都可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维摩诘居士看到他怎么诚恳就接受了他的这个供养所以他接受了这个璎珞还有这个装饰物之后并将其分作2份一份给了布施会中最贫穷下降的人，另外一份则奉献供养给南圣如来。那么会场的一切大众都亲眼看见这位教化光明国土的南圣如来，又亲眼见到璎珞之宝在光明佛国净土变成了4柱宝台，宝台四周
都有美丽的装饰，结构不相遮蔽，也没有任何障碍，这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呢，当这个神通变化显现之后啊，这时候维摩诘又说啊，说如果狮子能以平等心布施给一位身份最卑贱的乞丐，则其功德又如供养如来所知的福田一样大。他说两者是毫无分别啊，都是发自同等的大悲心，不是为求果报的，这才是彻底做到真正的法师啊！维摩诘居士这个开示非常的好啊。毗耶离城里面最低贱的一个乞丐，那么因为亲眼看见维摩诘的这种神力，又听了他的这个教导，当下发心求证无上中等正觉的菩提心。他说啊，所以呢，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当我们看这个善德菩萨这一章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个人感觉到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财施跟法施，财法二施合在一起才圆满，才能够真正帮到一个人。以前有的人跟我讲说他们到一些很穷困的地方去送东西去给他们后来呢，他们知道当地呢每一年呢这个没有水所以他们就跟挖了一个井。那么从那时候开始以后呢他们那时候人住在山里面呢饮食就没有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就是当我们要做布施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眼前给他一块面包，给一点东西，我们应该要想一个什么办法能够真正帮助到贫穷的人，这才是圆满所以这个我们布施呢，我们一定不但要有慈悲，还有智慧，悲智双运来做布施才是圆满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维摩诘经的善德菩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法的这个慈悲心，就是要有恒心，要有始有终所以我们行布施慈悲心不是短时间的不是一次两次我们要有始有终的这样来做供养行布施。供养跟布施有的人可能搞不清楚，对上的叫供养，比如像我们供养父母供养三宝供养佛。对那种贫穷人，我们就是行布施，对上叫供养，对下叫布施这个是我们在讲话对上对下的一种礼貌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就可以学到，就布施要记住就上报福恩下济这个乞丐要等无差别就用这种平等心来布施，那么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佛陀不仅问了以上的这4位菩萨，同样也问了其他的菩萨所有的菩萨都各自向佛陀叙说他们和维摩诘居士的因缘往事他们都说不能担当前去向维摩诘居士问病的任务因为这生这个菩萨他虽然呢比这个声闻乘境界高，但是呢距离这个维摩诘大菩萨的这种境界还是有差别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维摩诘经是以维摩诘居士为代表人物，来弘传佛国净土的一个修行法门，那么发扬大乘济世的菩萨道精神。在方便品里面，也就是第一品
说的是防护法或者叫释迦法。那么在弟子品也是第二品里面说的是声闻法。那么在我们今天讲的第三品呢是叫菩萨品那么说的就是菩萨法。我们从方便品、弟子品、菩萨品便可以看到维摩诘的智慧、辩才、神通远远高于凡夫、恶乘和一般的菩萨，因为境界不同，智慧的深浅也不一样所以下一讲呢，这个内容就很重要了下一讲呢，释迦牟尼佛终于派出了佛教里面这个菩萨里面最有智慧的叫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去与这个维摩诘大居士两个人做一个精彩的对答所以在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只是一个铺垫真正的精彩的对话内容是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居士的对话。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回答有一个问题他们讲说在家居士可否帮这个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动物来皈依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皈依是好事皈依就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不单单这个成年人要皈依我们家里小孩都要皈依三宝。那么我们家里面的宠物如果能够皈依三宝来听闻佛法只要他听到大家念阿弥陀佛，听到佛法，给他种下善根，这个对他将来都是很好的。这个家里的宠物呢是可以皈依的。另外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他作为在家居士可不可以自己来念大悲咒洒净当然是可以那么至于呢就是功效大不大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总比没有好因为只要我们能够诵持经咒的地方都有护法来护持那么如果是一个大修行人修行了好多年，功力很强的，那么他念的这个大悲咒的这个威力更不同这个来护法的这个人也不一样因为他这个大修行人，他一念大悲咒那么天龙八部护法各种各样的来护持佛法的人乃至一切众生都会来护持那么他这个威力就大洒净功德就更大特别是有时候一层房子里面家里的有一层不净的东西这个时候就要请这个大德高僧到家里面去洒净或者是公司在公司没有搬进去的时候也要去洒净，或者是建房子建厂房如果说在动土之前呢，能够请法师们去念大悲咒去洒净这也是很好的因为洒净主要呢就是把那个环境把它净化purify以佛法僧三宝的加持力，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这种力量把这种不好的磁场把它转化在好的磁场，把一生不净的东西把它这个净化了特别是有一层众生可以通过持大悲咒念佛可以把它超度了，那么这个地方就得到安宁。好了，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这个回向，把今天晚上听经者跟这个讲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大家跟我一起合掌这一个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